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5月30日晚间19点11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我们还是看一下外围市场表现啊。今天美股还没开盘啊，晚上9点半开盘，但是呢道琼斯工业指数主联出现了一个继续的上行，这意味着啊晚间美股将要发生一个高开，然后有可能还继续往上冲。但是呢我们观察到了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方已经非常接近日线级别的一个均线啊，60日均线啊，在这个均线附近呢会受到一定的筹码压制，所以呢我认为啊道琼斯工业指数在完成周线级别下跌和目前已经做的日线级别反弹之后呢，很容易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走出一个冲高回落的走势。那么今天 A 股市场呢继续维持了一个震荡，这种震荡呢我认为它是已经走到了趋势的末期，也就是周线级别下跌之后啊，日线级别反弹的一个末期。同时呢，我们在周线级别上观察到了上证指数已经跌破了120周均线啊，在趋势上呢已经出现了一个下行趋势。下行趋势之后呢，我们观察到周线下跌，它完成了日线反弹。所以呢 ，A 股市场在接下来的走势当中，我认为会继续它的熊市，也就是继续往下走。那分析完了 A 股和美股，我们回到比特币的行情上。比特币呢，目前的走势完全符合了我们之前的判断。我们之前说啊，它在4小时级别上形成了一个长达16、7个交易日的收敛动作。这个收敛动作呢，是由波峰的连线。我们观察图啊，听我的课呢，一定要看图，看图呢，你才能更了解我在说什么。这段行情呢是这样走的，形成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啊，它们构成了一个三角形，收敛三角形的近焦点发生了跌破。我说了这个位置呢容易发生焦点作用。什么是焦点作用呢？就是这个焦点上构成了对行情的一个吸引力。那紧接着行情发生了一个上行动作，同时呢我们观察4小时级别啊，4小时级别在前面的行情当中，在急跌之后发生了悟空阳线和八戒阳线，悟空阳线、八戒阳线，然后紧接着这整个收敛都是围绕悟空阳线和八戒阳线构成的。但是呢，这波行情的一个下行动作把这个八戒杀死了，然后从这个位置上开始往上数，这个位置上呢，也就是跌破收敛这块，这个位置上呢出现了一组上涨细游、反弹细游，这个位置呢是悟空阳线组、八戒阳线组啊，这块是八戒阳线组、沙僧阳线组和唐僧阳线。这样呢，在4小时级别上，比特币目前已经完成了什么呢？已经完成了周线级别下跌之后的4小时级别反弹啊，4小时级别反弹。但是呢，目前这个反弹的目标位还没有顶到33000美金。还没有顶到33000美金，所以呢，我认为这轮行情有可能发生一个什么呢？从这个低点啊，这是第二低点、次低点了，28000美金啊，发生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我们切换到日线啊，那目前我们在行情当中可以把今天的这根阳线当做什么呢？当做日线级别的悟空阳线。行情呢有这个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规律，这一点呢我在这几堂课上连续的说明了啊。周线级别下跌之后啊，首先要看的是4小时级别反弹啊。前面的行情当中没有酝酿出4小时级别反弹，所以我认为它最终会走出4小时级别反弹。当八戒被杀死之后，这个八戒被杀死之后，在底部的这个位置在次低点这个位置最终呢形成了一个左低右高的结构在次低点这个位置上呢，它发生了4小时级别反弹细游。这个4小时级别反弹细游最终发生了，出现了，我们认为它的4小时级别反弹结束了。但是呢，4小时级别反弹结束之后，有可能做15分钟回调。回调完成之后15分钟到小时线回调，调整完成之后如果明天开盘的时候价格能高于今天的收盘价今天收盘价还没出来明天早上8点钟出来这个
币安的收盘价，能够高于这个收盘价啊，它就有可能在日线级别上走出一个八戒啊，走出一个八戒，然后发动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啊，发动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但是呢，当前的行情在周线级别上是下跌趋势啊，是下跌趋势。虽然呢有可能发生日线级别反弹啊，但是呢我们主要布局的位置啊，布局空单的位置是在33000美金附近。33000美金附近呢，是这轮行情从去年1月份波谷连线连接过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啊，可能会站上33000啊，可能会站上去，但是呢，33000美金附近站上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开始布局空单了啊，开始准备做空了啊。日线级别目前来看，这个位置呢是悟空阳线。为什么说它呢？因为它是突破了一个收敛结构啊。我们说啊，悟空阳线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是被压制了500年之后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个标志性阳线啊，是非常具有标志性的。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啊，走八戒、沙僧阳线、唐僧阳线啊，最终呢，我们看啊，如果按照等量上涨啊，等比上涨的这种走势的话，它会站上33000美金，但站上了之后，它下一个阻力是在35000啊，35000，也就是说33000到35000这个区间呢，是我们做空的一个区间。为什么说是35000呢？因为在下跌过程当中，35000美金这里是一个八戒的位置，同时呢是日线级别八戒的位置，同时呢这里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筹码密集区。筹码密集区呢，我认为是构成压力的所在啊，所以呢，我认为日线级别上涨，如果涨到33000到35000这个区间啊，是可以做空的啊。那能不能够继续往上走呢？我认为还是要看美股最终的趋势啊，看美股最终的趋势。目前美股还显示的非常强势，如果它能够在高位连续震荡的话，就会给比特币一个机会。从前面的行情来看啊，我们看到了美股在反弹过程当中啊，比特币没有跟随，但我在这一轮行情当中一直在提，美股和比特币会形成一个异步同步，也就是说，美股涨完了之后，比特币还没涨，但是它会跟上来，它会在晚一点的时间跟上来。跟上来之后呢，如果美股到60日均线这个位置上，它有日线级别的震荡，就又给了比特币一个反弹的机会和反弹的时间啊，比特币会用这个时间进行反弹，但是呢，整体趋势是下行的，比特币呢已经发生了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这轮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呢是由2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形成的，所以在趋势下行的情况下，反弹给了我们做空的机会啊。同时呢，我认为在这轮行情当中你如果是坚定的做空者，你要耐心等待啊。如果你不是坚定的做空者，你这轮行情做反弹呢，要适可而止啊，要适可而止。因为行情我们刚才分析了美股、A 股和比特币的行情，整体来说都处在一个反弹的阶段，但这个反弹它反弹到一定位置，它一定会走下来啊。因为有更多的资金面的利空在这个行情里面啊，美国不断的加息对资金美国不断的加息还有缩表对这个资金是有非常重要的伤害的非常大的伤害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反弹不构成反转，反弹呢是给了现货一个出逃的机会，给了空头市场一个更好的位置。这轮行情我们第一目标点位在6月底的时候，我们看到2万美金这个2万美金是怎么得到的呢？是上轮行情当中第一轮的下跌18年行情当中第一轮的下跌了70%那这轮行情呢，在高点6万9千美金，如果下跌70%的话那就是2万美金的目标位这是我们这轮熊市行情当中第一目标位。2万美金之后呢，我认为行情会形成一个平台，在平台震荡不断干扰我们对方向的判断之后在10月以后的行情当中会有更低的一个位置，我认为是在
14000到15000这个区间啊，也是上轮行情啊，比特币下跌了85%呢啊，下跌了85%，在18年时候，比特币下跌了85%。那这轮行情呢，我认为比特币它会下跌至少80%，如果是80%的话，将要达到14000美金啊，不说那么远啊，最近的目标点位是在20000美金啊，反弹呢是给了我们空头市场啊一个好的位置啊，一个好的位置，会有更好的机会。连续10几天的震荡，我一直在这里这么说啊，震荡呢它是有机会反弹上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极端行情之后不断的震荡啊，它或者做出比特币这种左低右高的底部，或者做出像以太坊那种啊，以太坊这儿呢，像以太坊这种左高右低的右空，这种右空呢是让空头进场之后斩尽杀绝。所以呢，在极端行情下跌之后，一定要忍耐啊，忍耐等待它这个底部走出来之后啊，能够真正反弹过来的时候啊，再布局我们的空单啊。急跌之后，你如果在这个低点进场的话啊，反弹会杀掉你啊，反弹会杀掉你的空单。如果在右边这个低位进场的话，同样会被反弹杀死啊。所以在行情当中啊，更多的耐心控制我们的仓位，或者你布局一个观察仓啊，稳住自己，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轮行情当中啊，以太坊也做出了比较好的表现啊。目前呢，以太坊也同时做出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反弹，它的这个反弹呢走势是比比特币还要清晰的啊。这里是悟空阳线，然后8戒阳线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啊，它走势非常清晰。同时呢，完成一轮4小时级别反弹之后，它有了一个上冲动作，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它在日线级别上有可能做日线级别的反弹吸油啊，日线级别的反弹吸油。这里是悟空、8戒，然后沙僧、唐僧。那这里啊，我们看啊，我切换到边的交易对啊，这里面画的比较清晰一些。是以太坊的永续。这里画的清晰一些啊，你看啊，一个收敛动作完成之后，这个焦点就构成了一个吸引力的作用啊。这个结构啊，我们要记得非常清楚，记在脑子里啊。那我们就看到了，在日线级别上，它发动了悟空阳线组、8戒阳线，就有在日线级别上发动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的一个需求。在这种需求下呢，我们第一阻力位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可以做空的一个位置，大概是在2250美金附近啊。这个点位呢，我之前说过好多回啊，是波峰连线，从最高点4877点波峰连线连接过来的，在这个2250啊构成了一个压力。所以呢，布局空单还要耐心等待日线级别发展上来之后啊，在$2000以上啊开始布局空单啊。以太坊的空单呢，也要耐心等待啊。多头呢，你现在可以继续持有一下啊。现在目前发生的是4小时级别的反弹吸油，距离焦点位呢还有一段距离啊，耐心等待涨上来，过了焦点之后再逐渐减仓。山寨这2天都走的比较强势啊，像 Link 这种啊，已经突破了目前的结构，如果能站上$7的话啊，还继续往上有空间的。因为它从这个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跌破之后，又重新回到结构当中，站上了这个结构之后，就还有机会。同时呢，目前 Link 已经完成了4小时级别反弹，就有这个日线级别反弹的一个需求像我们之前观察的GMT 目前呢，它处在一个阻力位啊，处在一个阻力位。这个阻力位呢，是前面行情当中波峰的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在$1.2构成了一个阻力。我们做多的话呢，目前行情处在反弹当中，如果做多的话呢，把这个$1.2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于它的一个压力位去做啊，跌破了是压力位，站上了是支撑位。站上来之后啊，再去做，然后呢，把这个线附近当成一个止损的位置，耐心去做。同时呢，我们观察到
它是做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反弹吸油啊，做了一个4小时级别反弹吸油，在这个位置，4小时级别反弹吸油之后形成收敛三角，跌破之后又重新做4小时级别啊，重新做4小时级别反弹，那么它站上1.2美金之后，多头才有希望，所以呢，努力把这个1.2美金啊，1.2美金作为一个观察线啊，在上方呢，就可以做多，那在下方呢，就暂时忍耐啊，暂时忍耐。对于山寨这个反弹，我认为它会强于比特币，因为在低阶段的反弹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 GMT 首先发生了4小时级别的反弹，但是比特币在当时这个时间点，在5月11号这个时间点没有发生4小时级别反弹，所以呢，如果反弹继续的话啊，类似 GMT、JAL、Luna 新的 Luna、Link 这种会略显强势一些，甚至会比比特币先一个时间级别、大一个时间级别走出一个上涨啊，走出一个反弹。然后我的这本 K 线吸油战法呀，很快将要发售啊，目前这个排版工作已经进入到尾声，很快就会印刷出来啊，然后已经把这个封皮儿做了出来啊，我觉得红色还是比较好的，因为我的 K 线吸油战法啊，结合了国粹的内容，像《西游记》啊，然后还有这个八卦易经啊，所以呢，红色我觉得是一个国粹的颜色。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观看，同时呢，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啊，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